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7.90，收盘价是223.0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4.68，最低价是在226.7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743.41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68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继续在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上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震荡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在高位进行震荡，在盘中一度是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一点。对，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，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，然后呢又含有上影线，那么将会预示着股价会有回档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回档。那么继续上攻的条件就是股价仍然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在7月29日和7月30日两个交易日生成的这个 K 线组合叫做长红吞噬。通常情况下出现长红吞噬呢，将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在7月31日，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上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这个长红吞噬的最高，也就是234，而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，收盘价又被压回，所以这样一个长红吞噬的 K 线组合并没有被瓦解。那日后我们认为股价只要不能够站上234，将会出现继续回档，也就是继续会出现下行。那么这样一个下行的动能还是存在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现在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31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收盘价在218，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也就是更低的一个点位是212，这是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。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24附近。实际在7月31日股价收盘价是在232.07，是出现了反转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呢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仍然有下行的一个风险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8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15，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出现底低，然后呢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215之前的支撑就是这个
长虹吞噬红 K 的最低是220，这是一个强支撑。当然，现在股价又重新或者说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那么5日均线值也是一个支撑，是在226到229之间。这是第一个目标215。如果215被跌破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77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认为200关口将会是一个强支撑。当然，上方还有一个50日均线值和200日均线值呢，也会成为支撑。然后177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，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向上，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56。站上256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这个缺口是压力。那在缺口当中呢，20均线值我们测算在8月1日会到达242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呢将是一个强压力，同时这个长虹吞噬，它们这2根 K 线的最高234也将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在到达256之前的压力。那256被站上之后，第二个目标依然不变，还是271。那站上271将会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。那么再继续向上的第3个目标就是299，也就是300关口。那这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，在8月1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个长虹吞噬的最低是220，然后呢，在7月31日是出现了反转向上。那到了8月1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反转向上小绿 K 线的最高，同时也是这个长虹吞噬 K 线组合的最高234，我们调整到这个位置。在8月1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。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，甚至是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35的理由。那7月31日呢是这个交易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。我们先来看在7月份月 K 线图，7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上影线的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当然它是一个上涨的 K 线。我们也会关注到它是带有一个大的成交量，基本上是前一个交易月的2倍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它是含有长上影线的，所以出现这样的增量呢，有可能是上方的卖压而产生的增量，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含有长上影线的带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 K 线，在日后我们要关注，就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但是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，较之前一个交易月站上5均值之后，这根 K 线又站上了20均值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的指标是向上 ，MACD 呢也是就是说快线也是转折了向上，并且零轴下方出现了更微小的红柱。那么这些信息又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。所以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或者说是之后的交易月，股价能否继续上行，取决于
日后是否能够站上这根带有大的成交量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71。那接下来几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涨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我们首先回顾一下，在前一次我们对月 K 线图解说的时候说，在7月份当月，如果股价收盘在高位，会收在218附近；如果收在低位呢，是收在170附近。在月中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185。那么实际我们会看到，股价是不仅是收在了220的上方，同时收盘价也站上了这根下行趋势线，或者叫突破的这条下行趋势线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幅呢，我们刚刚说了，预示着股价呢就是含有长上影线，将预示着回档。但是其他的指标都会预示着股价会上行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出8月份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走势的一个预测。那么在8月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收高，对于目前的收盘价来说，如果是收高，我们认为会收在290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也就是股价会站上前高然后呢继续上行。如果是收低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价在20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在月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17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17。217是当月这根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。我们认为这条下行趋势线被突破之后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所以说，在8月份当月，如果股价能够在217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高，或者至少会出现一个横盘在这个区域。那如果股价是在217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。对，之所以我们认为股价收低会收在205这个位置呢，那么我们认为200关口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股价很有可能在月中会跌破，如果是出现下行会跌破这个位置，但是收盘价会可能会被拉回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预测。我们到8月份这个交易月结束之后，我们再来复盘，来回顾这些信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7月31日收盘价在232.07，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，然后出现了反转向上。但是呢，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，然后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所以从技术上说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甚至是进场做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34和上方的242。一个是20日均线值，一个是这个长红吞噬 K 线组合的最高，在234附近，这两个位置是强压力，那当然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20和下方的215，对，也就是前低那跌破这个位置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两个位置是空头的目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，我们取个整数的上限是235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32，
第二个压力位是24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5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和5日均线值，是从226到229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220，第三个支撑是215，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，在205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，或者说是这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啊，就是它取决于走势。那我们给出其中的一个可能，就是股价很有可能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。如果出现补量的上攻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3，收盘会收在24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或者说是出现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2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4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